真正的多子女家庭的父母，记住我这句话，要让孩子们自己形成丛林世界，要让他们自己形成自己的规矩。当他们产生矛盾、产生争抢的时候，父母切记不要介入这是第一要务。父母如何平衡子女的关系这是一个女生给我发来的多子女家庭的关系和父母如何平衡多子女关系的见解。为什么？因为她可能要当人母了而且呢，因为在这边嘛，她在美国嘛，所以她很可能是多子女。那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你问我就问对了，因为我们家也是多子女家庭，非常和谐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青春期，而且都没有叛逆期就是彼此之间的好的不得了那个就是彼此之间的亲密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目前坐标旧金山，90后，上有大姐大一轮，大12岁，照说大12岁打不起来，但是他们家很不幸他的父母不合格多子女家庭出问题都是父母不合格，跟子女没关系因为子女什么都不懂。父母皆为文革那代洗礼出来的貌似叫老三届甚至和您的父母可能都没差几岁，差不多。比我父母年轻十几20岁吧。对于这种复杂的多子女关系，那代人处理就非常潦草，因为他没有知识嘛，总是努力保持着看似一碗水端平的状态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理想中的姐妹情深在我家就不可能我从就被他小忘写了，我从小就被姐姐压着，不夸张的说，我姐姐就是我的童年阴影，谁横谁有理，感觉关系中充满竞争。我本来就小，我们小12岁还能打起来，你妈也真够狠的。我本来就小，我妈也就是让着我姐，这个到了，一般都是让大的让着小的，但是我估计你妈是两头都得罪了。从小讽刺挖苦的话听太多了，28岁以前根本就没有自信，讨好型人格说的就是我。随着成年后，我们距离远了，外加我日常研究心理学，经常请心理咨询师帮我的心灵做大保健自我成长初见成效，感觉自己日常生活中像一面镜子。别人和我简单接触，我就能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该如何交往。另外，我也收获了美满的婚姻。有时候您讲到前世，我真想知道我前世怎么对不起他了，非要当姐妹这事儿你别这怪你妈，不怪他且有一致的特征，左眼视力差。我也费解，这到底前世怎样的缘分换来今生的手足情？感恩赐教，下图为我幸福美满的家庭照非常幸福，你老公也很帅，你很漂亮。那我来告诉你们多子女家庭怎么去处理。那一句话，其实你自己已经写了问题了，但是你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老王借您双慧眼，问题就在你妈试图一碗水端平。你妈如果也是多子女家庭的话，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妈一定是多子女家庭，或者你爸是多子女家庭里边那个大的。他从小被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教育要让着小的，所以到他这儿他一碗水端平校准，这都是错误的。无论是让大的让着小的，还是让小的让着大的，一碗水端平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多子女家庭的父母，记住我这句话，要让孩子们自己形成丛林世界，要让他们自己形成自己的规矩。当他们产生矛盾、产生争抢的时候，父母切记不要介入这是第一要务。他说老王打死了，那人脑打出狗脑，你是杠精吗？大部分情况，孩子之间都是争一支笔争一张纸或者谁画了一个画，另一个人给他抹掉了，都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争议。你父母这时候不要像天神下降一样说这事儿刚才这个画是谁给谁先抹的，刚才那场架是谁第一个动手的，不要说这些，不要评判这些结果只能使子女之间失去互相的信任，而转求上帝，为了获得上帝的青睐，为此不惜撒谎和讨好，从而形成多子女家庭的恶性竞争关系。你要记住，父母就是非洲塞伦盖蒂大草原的那个摄影师。当狮子在捕猎斑马的时候，你不要去保护斑马，你记住了，狮子和斑马才能健康的在大草原上长大发育。你他妈每次都去保护斑马，狮子饿死了；你每次都去保护狮子，斑马绝迹了。所以孩子之间的这个社会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社会关系，他自己会形成，而且很简单，一旦你悟到这点，他们很快就形成，一次对决就形成了。形成了之后说那是不是小的挨欺负？错，错，不一定小的挨欺负，小的会迅速发育他的情商，最后形成平衡。就你比如说我们家的老大和老二差8岁，也不小
啊，老大老二差8岁，所以我给你举这个差的大的，差的小的不用说了，他们体能也差不多，所以他们很快就平衡了。差的大的怎么着？我告诉你啊，那差大的老大那弄老二不是玩一样吗？但是呢，老二才2岁的时候就开始跟老大博弈了。老大那时候10岁，老二2岁，他俩吃饭，他俩坐在桌子的两边啊。吃饭的时候我们家有规矩，吃饭的时候大家不许吵架啊，不许过多的说话啊。吃饭的时候可以唠嗑，但是嘴不能停。啊，吃饭的过程中嘴不能停啊！你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你要吃，然后你想说话的时候，别人要吃啊，这可以的啊，不是完全不可以说话。但是呢，老二和老大分坐桌两边的时候，老二那时候还坐个 booster 呢，就是坐个儿童座椅呢。老二2岁就可以用眼神让老大失控。哎，这是我后来发现的。我开始老是说老大，我说你吃饭，你老跟你妹妹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干嘛？你有这么不绅士吗？后来我发现我还没冤枉老大了。老二看似认认真真的吃饭，一抬头看见老大，小眼神就递过去了，那眼神里是带着刀的，递过去了。爸妈没看见，但是那个精确那个刀锋就是让老大感觉到了。老大嘛就是憨嘛，老大蒋介石嘛，老二毛泽东嘛，老大就蒋介石就不干了。蒋介石会说呀，他10岁了，他说你敢怎么，他就说不到点儿上，他毕竟只有10岁，然后他不知道老二在挑逗他，哎，就是故意让你犯错误啊，因为老二一直在吃饭，没有干任何事情啊，在父母的眼里，老二没有做任何事情，老二就是吃饭，而老大收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信息，我操，不停的来光子鱼雷，所以老大就要反击，老大一反击，哎，老大就用嘴反击呀，一骂，这不是他挨顿说吧？所以呢，后来我敏感的发现，哎呦我操，这个老二不简单呀！老二他妈的眼神会杀人啊！那我怎么解决？啊？特别简单，特别简单。我让他们俩上一边坐着吃饭。哎，就是他俩原来是对着吃饭，他俩现在并排吃饭，没事了。并排吃饭，老二要是想递眼神，老二得这样，他一拧脖子，我们就看见了。他很聪明啊，所以他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诡计，所以他只好不拧脖子，他只好老吃饭了。所以老大就也安静了，也开始好好吃饭了。过了大概2、3个月，哎，姐俩这个劲儿过去了啊。所以他们俩就又可以对面吃饭了。这就是你作为父母，你要善于开动脑筋，你要善于发现问题啊。我看喜剧人都没这么笑过。哎呦，我这真实啊！我操，你不有个老大吃饭，你干啥？你太……然后你这个时候跟爸爸妈妈说的，哎，你是不是疯了你？你吃饭，你对妹妹喊什么？大喊大叫的啊！一开始，然后老大这时候鼻涕泡带着大米粒都飞出来了啊！冤枉我呀！他就说不清楚啊，就 crazy 了，mad 了，疯了啊！英语叫 mad，然后就你去厕所冷静一会儿，就不许吃饭了啊！这不就是挨惩罚了吗？然后他妈老二，我操他妈可过瘾！我操，弄死他！老二得到了充分满足啊！完了不用说了，晚饭要继续啊！你以为这会停下来吗？我操！然后呢，当然。聪明的爸爸妈妈很快发现了老二的伎俩，那他妈的让他俩并排吃饭，哎，他递不了眼神了。他要想递眼神的话，他得扭头暴露了吧？我操，扭头干什么？你为什么调转炮口？你是不是要发射光子鱼雷？我操，不敢了，吃了。哎，老大也就 calm down 了。人和人，小孩和小孩，你不要小看小的，哎，你不要小看小的，小的会迅速的把老大和爸爸妈妈分开。无论他的年龄差多少，差20岁我没有经验，只要是10几岁以内的，我告诉你，那孩子2岁他就知道这货跟我是一代的，是一辈的，我可以弄他。爸爸妈妈不行，那是告的啊，不能弄他啊，我得讨好一下。那这孩子是天生的啊，你不要小看人类的进化史啊。你比你弟小14岁，你说的话让我小脑萎缩了。哎，这有啥的？这无所谓的，正常的，在温哥华有好多啊，差2岁、差18岁的都有。我们身边邻居有差18岁的啊，老大跟老小差18岁都有。对，老大一般憨厚，没错，因为老大没见过这些东西啊。老大他的人生他基本上独生子女啊，独享资源，所以他没有这些。老二从他妈生下来他就我操，我得表现，要不然他妈我受压制啊。那个老三又不一样，哎，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好了，其不一样的程度，根本不差于跟别人的孩子那个区别那么大。你不要以为一对父母生的孩子，几个孩子差不多都一样，不一样啊。他那个多样性啊，跟隔壁那孩子的多样性，你就是都一样的啊，都多样性是一样的，差距啊什么的不同啊，就是人类是很
上帝很厉害，他能 mix 你这个人的性格啊，不是那种简单的克隆。哈哈哈！我表妹小时候也这样，对不对？老王，你这我他妈全是主打一个真实，我自己就多自己家庭育儿师，我操！我他妈十多年没事干，在这儿就天天带孩子，就观察他们啊。王叔老四什么时候来？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操！那到时候再说吧啊。这个我要念一下，让老王必看啊！终于来这样的稿件了啊！这是小粉红啊，我终于招来了小粉红啊，老粉红了。老王，我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无赖。后来刷了一点你的内容，感觉你有点东西。关注了一段时间，随着看你内容越多，我发现你确实是个无赖，而且你一脸奸相，给人一种十分不舒服的感觉。哎，你看到亡灵观了，你这个妖魔，明白吧？你他妈是妖魔，你倒着看世界呢。你看到灵官，你就他妈浑身不舒服，因为你害怕了啊！你只发中国不好的地方，好的你们是一点不提。你放屁！什么叫不好的我们一点不好的我们没少提啊？我怎么叫发中国不好的地方？我说的哪一个不是事实吧？但我能理解你的行为，因为中国越强大，你内心越煎熬。去你妈！中国现在是越强大吗？你把那个越字取消行不行？连他妈李强政府工作报告都在下罪己招，都在承认自己完蛋了经济。你他妈还中国越强大？你哪个定眼一瞧，你看出来中国越强大了？中国现在在走下坡路，你妈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中国的房价、中国的就业率、中国的物价整天他妈在下跌，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在收缩，你他妈瞪眼说瞎话。怎么叫中国越强大呢？什么叫强大？我问你，你个傻逼！王灵官就他妈抓你这小鬼儿，你个傻逼！就看你这个水平，你水平也不高啊！你根本搞不好你是个穷光蛋，你知道吧？穷光蛋，你就更要在这里边端正自己的行为，与你无关的繁华，不但不是你自豪的原因、理由，相反是你受苦的那个原因和理由。你之所以一贫如洗，你之所以生活充满了困苦，正是因为那个跟你无关的繁荣，跟你无关的现代化、高楼大厦这个的原因，那是拿你的血汗钱买的，但与你无关。哎呀，好强大呀！我操，我这洲际导弹呀，我这边是超音速乘波体，我们的氢弹呀，我们的小核弹，关你屁事那东西，跟你有关吗？你分享到了吗？你的股市涨到3万点了吗？你的楼市天天与日俱增吗？你能实现你的中国梦吗？原来是可以的。所以我从不骂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我没有一天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是不可接受的。所有人连反贼之王刘阿姨都知道我是改革开放的老干部。黄渤在唱着我有一个梦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是朝气蓬勃的，是蒸蒸日上的。那是2018年，那没多少年啊，2008年，sorry， 我太老了，2012年，2008年，反正就是总之那个时候啊。你现在你自打他登基以后，尤其是他连任以后，你怎么还越来越强大连上来了？你这什么脑子呀？你是不是倒着长呢？中国越强大，你内心越煎熬。放屁！我是看到中国蒸蒸日下我才煎熬，我才站出来骂他的。其实也能够理解，就像不少离职的人会黑前公司一样。放屁！我是他妈退休的人，我不是被开了。退休的人怎么会黑前公司呢？一个穷光蛋！我是老板，我退休了，我退出了，我当然希望公司，我还拿着股票呢，个大傻逼！我在国内有很多资产，现在我他妈还黑前公司，你们前公司涨对我又没坏处，我有人民币收入啊。所以如果不这样做，怎么证明他们的离职是对的呢？你让他贫穷限制的想象力。我再说一遍，你是离职，甚至你是被离职，我他妈是退休，我是体制内的。而且以后这种煎熬感会越来越强。我去你妈！你是不是倒立着看世界啊？你是不是天天看新闻联播呀？怎么会越来越这个词还会出现呢？我就不数了他那个10大罪状了啊！你就看那个一带一路，你就看那个雄安，我操，你就看那个香港，你就看那个委内瑞拉，你就看那伊朗，那钱能回来吗？那钱是谁的呀？伊朗的高楼大厦啊，不错啊，都是中国援建的。不好意思，那本来应该建到你家那个城市，结果现在都建到伊朗和委内瑞拉了。伊朗和委内瑞拉一变了天之后，他妈第一个恨你。为什么？伊朗老百姓和委内瑞拉老百姓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会说中国人好？因为什么？因为你帮着伊朗的独裁者和委内瑞拉的独裁者欺负人家老百姓。马杜罗什么鸡巴被抓走那个货，被炸死那个货，那么富可敌国，都是老百姓的钱。你这个傻逼，我操！你看到亡灵官你难受啊？
虽然在极少场合你说过希望中国变得更好，放屁！我只要说中国，一定会希望它变得更好。但我相信人性，其实你是不相信、不希望中国变好的。你这个人性是他妈扭曲的人性，你根本不知道爱。你是这个被中国共产党恨的教育员，今天恨美国，早上起来睁眼恨美国，然后恨韩国，然后恨日本，然后恨菲律宾，然后恨越南，然后恨所有的国家。就是他妈都是王八蛋！你这个人性啊，这是你的人性，不是我们的人性。我们是希望中国人越来越好，而不是中南海里的那几个人越来越好。如果中国变好了，那你又是什么呢？我操，这个傻逼！我操，你一辈子都回不了中国，只有中国越来越差，你内心才会跟自己和解。放屁！我他妈做油管之前，我他妈经常回去。我现在是不回去了，是因为我决定开油管骂他们。我操，我是为了你们当嘴替的，你们狗操的啊！你们居然帮着操你们的人说话，我去！中国强大，你们在国外也会受到更多的尊重。放屁！我们现在是不是深受其害？你中国强大不强大，这不是第一位，第一位的是中国文明。你中国的外交文明，中国的旅游者，你懂得遵守公序良俗，我们才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如果这个世界上那个搅屎棍老是中国，人家他妈的干一个什么好事儿啊？国际社会要干一个什么好事儿，出来捣乱的一定是中国，背后给钱给枪的一定是中国。我们不会感到这种强大对我们有尊重作用的。相反，我们都他妈不敢说中文，在外边我们都得说英语。为什么呢？全村150多个人150多户，200户吧，全村现在200户，150户不咋理你。最有钱过得最好那40多户跟你是敌人。这村里只有5个人跟你是哥们儿，这5户是跟你说，这5户全打老婆弄孩子，不是打架斗殴就是杀人放火，就这5户，这5户村霸恶霸是你朋友，那你觉得你很强大？我操，你跟谁逮谁嘛，你就瞪谁骂谁。你在村里走的时候，别人都赶紧关门，你觉得你是受到了尊重是吧？那5户，一个叫朝鲜，一个叫俄罗斯，一个叫伊朗现在那2户被灭了。那所以这5户恶霸是你的朋友。塔利班塔利班还没被灭，还有一个委内瑞拉应该算不上吧，就算伊朗总之就是5户你可以排一排所以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背刺自己的祖国，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他妈是个傻逼你们这样做，外国人怎么看你们？我们这样的人给你们救了你们了，你们大傻逼！我告诉你你们就是他妈纳粹德国时代的德国人。你听懂了吧？纳粹德国有多么不得人心，你们现在就有多么不得人心。在国际社会上，纳粹，明白吗？希特勒。所以我们这样的海外的德国人我们是爱因斯坦，我们是这样的德国人。正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大家才知道德国人里边有好的德国人里边国际社会德国人里边也有能好好说话的，才救了德国一命。听明白了吗？否则的话往德国扔原子弹了就。所以我觉得大概会像一个正常人看讨好型人格一样吧，真不是你想多了，你是那个流氓，明白吗？我知道我的话很刺伤你的自尊，不好意思你慢慢品去吧。他们大概会觉得你们犯贱吗 ？No， 他们觉得我们是正常人，他们觉得你们倒是不犯贱，你们跟他妈横葱一样，他们就觉得。什么叫横葱？研究北京话。就是你们他妈太横了，我操，就不能好好说话，我操，跟大炮仗似的，那就是特别容易激动，容易发怒，我操，动不动就把国旗打出来了，动不动就是我操，吴京又来了，战狼又来了，你们战狼外交现在是臭大街战狼外交。你不信加拿大是个很平和的国家，我告诉你加拿大人就这么想的，因为我就在加拿大。我告诉你，你还不信北欧吗？北欧3国都说你们战狼是王八蛋，战狼你节目也经常提到英国，但你在自媒体各种歪曲事实，给他们造成错误的影响，你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因果。不好意思你倒着待着呢，你那个不好就是好。我大概能理解你这个年龄的老男人想做什么又没能力，只能通过自媒体找存在感了。我操，我也得服你了，谁给你的自信呢？我操，咱俩比能力，我操，我就是在这儿，你在中国你都比不了我。你就这么简单，我在中国做的事你都做不了，我隔着个地球我能把你灭了，你还他妈的你多做点好事吧，老王，不然你真的没救了。你是反的不好意思你倒着待着，所以我要做你嘴里的坏事，我才能真正的挽救你的灵魂，因为你是个妖怪，你是个小妖，你是个
那个叫郎朗山的那个小猪妖，明白吧？以为宏大叙事跟你有关系，狗鸡巴！那个宏大叙事啊，那就是捆住你的他妈的那个绳索。你叫藏獒型人脑，你叫藏獒型人格。哎，你这种人就是藏獒型。藏獒，大家如果养狗，你就知道那个狗里边最傻逼的就是藏獒 ，IQ 最低，最聪明的是苏格兰牧羊犬啊，那几乎是个小孩的状态。藏獒啊，就跟就是个懵逼嘛，就是个彪子嘛。藏獒很愿意咬人啊，无论他不分好赖人，你知道吧？就是他特别忠主，那个主人无论怎么去虐待他，我操，他都不背叛不反抗。但是如果他主人虐待他，快把他虐死了，他那个脖子上的铁链子都抠出血来了，有善良的动物拯救者去给他解锁的时候，他会咬啊，他会咬那个解救者，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这个獒啊，你上辈子藏獒转的，你他妈还没有脱离这个獒属性啊，獒犬 IQ 太低了，算力不够。好了。